最近这新闻啊，真的是太刺激了。咱们中国人啊，忙着过清明节呢，祭祖踏青，结果呢，美国股市那边直接就炸锅了。啥情况呢？黑色星期四之后又来了个黑色星期五，黑色这颜色听着就让人发毛。这两天啊，美国股市啊，那叫一个惨哦。道琼斯指数你们都知道吧？美国最重要的股票指数，2天的时间啊，就2天。跌破了快4000点，是啥概念啊？就跟坐过山车一样，就嗖的一下，几万亿美元啊就没有了。We'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The markets are going to boom, the stock is going to boom, the country is going to boom,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nts to see is there any way they can make a deal? 哎，这些美国股民哦，真的是哭都哭不出来了。你想想，这钱啊，他说没就没有了，这么多钱。那为啥它会跌得这么狠呢？说白了就是这个特朗普在瞎搞，到处在打贸易战，他想收全世界的关税啊。这次关税涉及了全球185个国家呢，你没有听错，就是185个国家。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啊？我跟你说说，就连印度洋上有2个鸟不拉屎的小岛，赫德岛和梅克唐纳岛。这上面有什么呢？上面只有海豹和企鹅，哎，连这个岛都被他加了10%的关税啊！川普的对等关税列表中包括 Hard Island and MC Donald Islands 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美国将对其增收10%关税。但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岛上无人居住，只有企鹅。上一次有人登岛已是10多年前的事了。白宫方面表示，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之所以被列入，是因为他们属于澳大利亚领土。澳大利亚总理安斯尼·奥巴内西则表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安全的地方了。之前美国对我国加了20%的关税，咱们还留了一点面子给他，只挑了几样东西反击，想想后面还能再谈谈。结果现在又加了34%，那加起来就是54%的关税了。哎，这还怎么玩啊？干脆大家都掀桌子算了。难办啊！我操，就别办了。所以美国股市开盘前，咱们国家就直接公开了一系列的反击措施。这最狠的一招就是对美国进口商品也加征34%的关税。这次暴跌啊，跟咱们中国硬气的反击啊关系太大了。你说牛不牛？这叫啥？这就叫礼尚往来。哎，他们想欺负咱们，咱们呢也不是吃素的，对不对？哎，太牛了，太牛了！我个人觉得啊，这是至少说明了3点啊。第一，中国不怕。其他国家呢可能怂，但咱们中国绝对是不怂的。要是怕，就不是现在的中国了，对吧？肯定有人说中国是不是太冲动了呀？人家特朗普啊是想跟全世界加税，你干嘛就第一个跳出来呢？哎，但你想想啊，就算咱们低调，这美国他能放过咱们吗？他们已经加了20%的关税了，这现在要再加34%，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啊？既然是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那不如直接就亮明态度，咱们不惹事，但是咱们也不怕事，是吧？毛主席就说过，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犯了，是不好办的。第二，中国有办法，咱们也不是光喊口号的啊，咱们是有招的。他们加税啊，咱们就以牙还牙。所以你看啊，咱们一下子就出了12个招啊，又是加税啊，又是限制出口啊，又是把一些公司列入黑名单，甚至啊还对杜邦公司啊发起了反垄断调查。贸易战打起来肯定是两败俱伤啊。但美国就有些人不明白啊，非觉得自己能赢。哎，我就不知道他们哪来这自信啊。那对不起啊，就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杀敌800，自损1000的滋味。而且全世界都看着呢啊，看中国啊，看加拿大，看欧洲啊，加拿大都已经被逼到墙角了，宣布反制。And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will be responding by matching the U.S. approach, with 25% tariffs on all vehicles impor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at are not compliant with CUSMA, our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欧盟肯定啊也想妥协，但估计最后啊也得硬着头皮上，这就是斗争的策略啊，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让全世界都看看啊，怎么做才是对你自己最有利的。第三啊，美国必须得改，
特朗普现在其实也焦虑啊，你想想啊，哎，他总是觉得啊自己能够掌控一切，其实哦，他也很想谈哦，他所谓的对等关系啊，就是想极限施压，然后呢捞一笔好处，但其实他也怕呀，他怕什么呢？他怕事情这个拖下去啊，怕通货膨胀哦，怕股市继续跌哦，最后怕被全世界孤立。哎，你想想，这再有钱的地主啊，也经不起这么折腾，是吧？所以中国反击后，他就赶紧啊出来回应，说中国做错了，还不断的给美国人打鸡血，说只有软弱才会失败。他还催美联储降息，又拿 TikTok 说事儿，说中国如果愿意把 TikTok 卖给美国，他就可以为中国减税。A situation with TikTok where China will probably say, we'll approve a deal, but will you do something with the tariff? The tariffs give us great power to negotiate. 哎呀，你说这搞笑不搞笑啊？这特朗普他还说，我们的政策永远不会改变。我希望你说到做到啊！我想到一个词儿，色厉内荏。他越是强调，心里就越清楚，美国玩不下去了，最终啊，肯定还得改。靠加关税啊，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的经济崩溃，让美国老百姓倒霉。这事啊，还有2个细节不得不说。细节1，越南的电话。这特朗普啊，他给越南的领导人打了个电话，说如果越南能跟美国达成协议，愿意把关税降到0。这是他跟全世界打贸易战之后啊，公开的第一个电话。美国本来想对越南是加收46%的关税，0关税可能吗？特朗普的关税公式啊，不是对方真正的关税，而是美国的逆差除以美国的进口。如果真0关税啊，越南对美国的出口更多，特朗普就更焦虑。所以特朗普的这个电话，我真不知道他后面是怎么收场的。细节2是中国反制这个时间，咱们国家选的这个时间啊，真的是太妙了啊！给鼓掌。周5啊是咱们的清明节放假 ，A 股啊不开盘，但欧美股市啊照常交易，所以中国反制的消息一出，欧美的股市直接就崩了。这个时机啊，必须给咱的有关部门啊点个赞，太棒了！当然了，咱们的大 A 股也要继续加油啊！这特朗普说过，如果道琼斯指数啊单日跌超1000点，那总统就应该被装进大炮，以最快的速度射向太阳，没有任何借口。好了，那现在道琼斯指数啊连续跌2天，跌破1000点了，黑色星期五啊更是跌破了2000点。那总统要不要射向太阳呢？总而言之啊，这次的反制真的是太漂亮了。未来会怎么样，咱们拭目以待。我们要冷静，要清醒，要自信。毕竟啊，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000年前的中国了，那也不是40年前的中国，也不是4年前的中国。咱们经历过太多风雨，也知道有很多困难，但我们相信，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开放包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中国就没什么好怕的。好啦，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呢？评论区留言哦。今天咱们的视频就到这儿了，欢迎订阅、点赞、关注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